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元。近日收到观众投报，要求一元制作有关3308赶玩家走的影片。为了满足观众的需求，今天就来制作关于3308的王国邮件，究竟他们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今日3308的顶上 KVK 落败了，但是在他们落败之前呢，就有看到一些玩家分享了邮件在讨论区上面，这里大致的翻译就是叫他们的成员们不要再逃跑了，这是他最后的警告。如果你们在逃跑而不是留下来战斗，你们很快就会开始寻找新的归宿，就是暗示着他们必须要离开这个王国了。我们需要的是战士，而不是遇到压力就会消失的人。坚守阵地，跟随指示，战士别再逃跑了，没有任何的借口。也可以从这里看出，他们在这一次的顶上 KVK 除了遇到3672没有出来战斗的问题之外，还有包括他们的成员们也是不肯出来战斗，又或者是他们时常拉扯逃跑。当然我相信不管是哪一个玩家或管理层看到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的愤怒。尤其是3308他们是拥有好几位的大佬去养他们的，就比如说榜上有名的俄罗斯父子 Velociraptor，还有包括他们的国王，这些都是花很多钱的玩家。有3308的玩家透露，他们每一天都可以舔到超过80个金箱子。虽然这个消息不知道真还是假，但是以俄罗斯父子的购买能力，我相信是可以超过80个金箱子的。下一个部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王国邮件。首先就是他们胜利了区域5的时候，他们是有给予玩家奖励的。这里就有说到，他们会给予在前10活跃度最高的玩家赠送一些流光彩券。流光彩券的金额就是100美金，100美金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你们要知道他们是赠送10位玩家，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光靠这一点就已经赠送了1000美金。那这里所谓的活跃玩家，并不是说你击杀最高的玩家，而是有包括填兵最多的玩家、加入集结最多的玩家、驻防要塞最多的玩家，还有驻防旗帜最多的玩家。这里就有明确说到，每一个填兵、每一个集结、每一次的成功守住，都帮助他们离胜利更进一步。用你拥有的一切去战斗，支持你的队友，再次证明我们的王国为何如此强大。祝各位好运，我们在战场上见。同时间，他们除了有奖励之外呢，也有去处罚那些不活跃的玩家。这封邮件就有说到，在区域5的时候，这些没有到达 TKP 规定的玩家将会移除掉失落之地的名额，并且说到这个不是针对玩家个人，而是针对 DKP。他们也欢迎这些玩家加入王国里面的其他联盟，继续去提升你的 DKP。当你的 DKP 达到了一定的要求之后，并且在有空缺的情况下，你们就可以回来。因为暂时这些位置呢，他们就要让给他们同阵营盟友3672。感谢你的理解和对失落之地的贡献，希望你一切安好，还有期待你的回归。各位可以看到，从这2封邮件我们可以理解到，其实3308他们是治国有方的，做得好就会给奖赏，做得不好的话就会要求你提升自己的能力。在这个时候，暂时看起来就只有4位玩家他们是没有到达 DKP 的要求的，所以目前的情况还算是比较好的。但是来到了下一个部分 Stop Run， 你们就可以看到情况有一点不太一样了。从这封邮件看来，就是我在一开始所分享的那封邮件，只不过原版它是写英文的，但是翻译过后它变成了越南文，可能是越南玩家分享出来的。这个分享的时间点是在8月7日，也就是皇庭开放的第2天或第3天左右，就已经有看到不少的玩家在逃跑了。那其实在这个时候3308已经损失了很多的领土，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要求他们的成员们马上上线，并且不要再拉扯，不要再逃跑的原因之一。除了这一封邮件之外，在隔不久从17点到3点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又放了一个邮件，这里就说到各位跟着1号点马上。显然有不少玩家他们已经是开始不看标记，或者是自己打自己的了。
在本台记者拍摄画面的前15个小时，他们发送了这个王国邮件，是要求他们某一些玩家离开3308，并且这个只是第一个列表，相信之后应该还有更加多的列表。这里就有要求说，这些在名单上面的玩家必须要在8月23日之前移民离开。但是这里也有强调说，这个或许是第一个名单，也有可能会出现第二个名单，但是也有可能不会出现，要求大家密切关注王国的公告。我们可以来查看一下这个名单列表，这里总共有21位玩家在名单列表上面，相当于他们要求联盟中14%左右的人移民离开。除了一些战斗的玩家之外，也有包括一些填兵的账号，就比如说这2个账号，他们是已经将近30天并没有登录了，其中还有包括之前960的玩家 Lin， 他也是被在名单上面。这个邮件下面还有配文说到，他们会要求这些玩家离开是已经经过深思熟虑的去考虑过了之后才决定的。如果这些玩家没有充足的移民令的话，他们会提供移民令。感谢你们对3308王国的付出，但是目前你们的表现已经没有办法达到3308的要求还有发展方向，希望他们积极的看待这件事情，不要感到伤心，保持乐观，享受游戏，并以放松积极的心态去游玩这个游戏。来自3308高层。虽然有一些观众要求我制作这个影片是抱着吃瓜的心态，就是看着3308要灭亡的心态去制作这个影片的，但是我觉得这封邮件并没有任何的不妥，因为每个先锋王国他们在每一次 KVK 之后都会发送这样子的邮件，不管你是胜利还是失败也好，都会有的。因为当王国里面出现到了一些并没有达到你王国标准的玩家，你就必须要及时清理，如果不清理的话，他们就会变成你王国之中的寄生虫。或许这一次的 KVK 表现还可以，但是下一次 KVK 未必可以到达你想要的标准，所以我是同意3308的做法的。他们目前所做的行为只是为了确保下一次他们的 KVK 可以表现得更好，而且如果不清除一些 DKP 或者是表现比较差的玩家的话，会有更加多的玩家会去效仿他们，觉得说就算他们没有到达 DKP 或者是表现不好，都可以继续待在这个王国，为何我不行？所以这些动作是有必要去执行的。除了要求这些列表上的玩家移民离开之外呢，其实近日还有一个大佬也是移民离开3308了。这个大佬就是来自韩国的 Goldfish Kim， 他现在已经移民到1365了，他的目前击杀拥有1377亿。照理来说，他不会在移民要求的名单里面的，并且在这一次的 KVK 表现中，他是排行前3的玩家。所以这里我根据我个人做出的一些推测，或许他是为了参加奥西里斯联赛，所以才移民到1365。这个时间点其实也是挺符合的，因为国际服近日才完成了奥西里斯联赛总决赛，并且1365也是有在这一次的名单上面。如果 Goldfish Kim 他是为了要拿到全球巅峰赛冠军或者是入场券的话，他就可以移民到1365里面去参加。当然也不排除他是为了方便沟通，因为1365那边比较多的玩家还是来自韩国的玩家。不管怎样，祝福 Goldfish Kim 在新的王国可以找到自己的归宿吧。以上就是关于3308王国的一些报道，在这声明，本台只是针对于他们的王国邮件进行了报道，详细联盟发生什么事情还有其他的情况呢，本台是一概不知的，并且本台也不认为说他们要求玩家移民离开之后3308就会灭亡，或许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有玩家离开就会有玩家移民过来，并且我相信要求玩家移民离开这些事情呢，不是只有发生在3308，或许1093、2359和2489都会发生同样的情况。最后这里要问一下大家的意见，就是有一些玩家他们制作了影片去专门嘲讽 Velociraptor， 又或者是制作了一首歌回击 Velociraptor， 中间又发生了一些 drama。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要不要去制作这个影片。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新闻，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